截止至今，《梦华录》的豆瓣评分已经冲到了8.8分。你认为这个评分是名副其实呢，还是过于虚高了呢？那么这一期我们不吹不黑，就一起来理性聊聊这部《梦华录》。大家好，我是晚风。就在最近的6月2日，由刘亦菲与陈晓主演的《梦华录》上线了。《梦华录》共有40集，目前已经播出了14集。作为鹅的 S 加，这部剧的争议依旧是相当的大。那么既然这样，正式开始之前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先来轮投票。觉得《梦华录》好看的扣1，觉得一般的扣2，觉得难看的扣3。好了，投完了票，那晚风我来说一下，完整的看完了所有的14集后，我的感受如何？咱们就直说了啊，大家做好思想准备。1. 毫无疑问，《梦华录》是鹅今年所有播出的国偶 S 加中质量最好的一部了。可以看出导演演员是在用心拍剧的。2. 虽然优点明显，但严格来说，《梦华录》最出彩的并不是故事，而是男女主之间的暧昧与 CP 感。怎么说呢？剧集前8集的节奏挺不错，但第9集开始却有变慢，剧情内容也挺丰富的，但整体却显得略平，还有一些明显的小 bug。主要高光还是在陈晓与刘亦菲的对手戏上。好了，分享完了我个人的观剧感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梦华录》的故事以及这部剧的优点与缺点。《梦华录》是以关汉卿创作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为基础，但在原作的基础上，编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编。由刘亦菲饰演的女主赵盼儿在钱塘开着一家小茶坊，并供给着未婚夫欧阳旭的学业。可谁知欧阳旭在京城高中探花后，却选择与高观察的女儿完婚，抛弃了盼儿。盼儿不甘心，誓要上京讨个公道。在此期间，盼儿误打误撞地结识了来钱塘查案的男主，由陈晓饰演的黄承思指挥使顾千帆。这里提一句啊，黄承思是宋代特务机构，类似于明代的锦衣卫。盼儿与顾千帆不打不相识，在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下，两人互相救了对方好几次，并生出了微妙的情谊。随后在顾千帆的帮助下，盼儿与好姐妹宋引章、孙三娘共同来到了东京城。认清欧阳旭渣男的真面目后，盼儿决定奋发自强，和姐妹们一起在东京闯出一片天。故事的最终，姐妹3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终于将小茶坊经营成了东京最大的酒楼，并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与爱情。好了，以上便是《梦华录》的故事梗概了。下面我们分别从剧情与爱情发展2方面来看看《梦华录》的优点与缺点。我们先从剧情方面来看，《梦华录》的开头分别以2场戏交代了男女主的出场。第一场戏，黄承思审讯，男主出场，这场戏不错，运镜、气氛烘托都较为到位。第2场戏，赵盼儿茶坊，女主出场，这场戏中的人质劫持部分实在处理得不好，那张被炒出圈的菜刀贴点图就是出自此处。从配乐与拍摄手法来看，我当然能理解导演想要营造一个轻喜剧的氛围，但是抛出的菜刀竟然贴在脸上，手持大刀的贼人竟然被2个没有功夫的村妇打得落花流水，这已经不是轻松搞笑的范畴了，而是妥妥的逻辑 bug。 从已经播出的14集来看，《梦华录》的优点在于故事推进不错，内容也较为丰富。例如仅6集就讲完了赵盼儿从周舍手中救下好姐妹宋引章的故事。不过9集以后的节奏明显有减慢，希望后续女主开店和男主的党争展开后，节奏能更上去一些。除此之外，《梦华录》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情节虽然丰富，但详略不太得当，显得略平，而且逻辑上仔细一想也有不少的小 bug。例如90集中竟然花了30多分钟的时间去讲池衙内和3个姐妹的才艺大比拼，过于拖了。再例如三娘被夫家休弃后选择了跳河，竟然能在一心寻死的情况下抱住一块超大的浮木，并且机缘巧合地飘到了男女主乘坐的船旁，并被男主救起，这种巧合程度也让人有些无奈。最后我们再来提一个《梦华录》在剧情方面的优点，那就是有心的文化呈现。《梦华录》非常有心地呈现了大量宋代的文化娱乐生活，剧集借女主赵盼儿开的茶坊，反映了宋代人风雅的饮茶习惯，各种各样的茶品、果子、茶牌戏都让人眼前一亮。此外，《梦华录》前10集每集的结尾处还有一个1分钟左右的你好宋朝解说，用轻松逗趣的方式讲解宋代的文化小科普，这个设计非常好，如果能贯穿整个剧集就更好了。好了，说完了剧情，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梦华录》中男女主爱情的发展。关于《梦华录》的爱情推进，缺点在于男女主从相识到暧昧的过程过于突兀，
而优点则在于男女主暧昧之后，两人的感情互动非常的细腻好磕。我们先来看缺点部分。剧中男主是黄承思的指挥使，我们之前提过，黄承思是宋代的特务机构，所以也就是说男主是一个特务头子。那么一个身经百战的特务头子，为什么会在被追杀的过程中那么轻易的和一个没见过几次面的女子爱上了？这个女子的背景是什么？她对自己真的安全吗？而反观女主，作为一个刚脱了间籍没几年的教坊女子，看到黄承思这种人应该是避之不及的。再加上当时赵盼儿刚被探花男友背叛，对男人应该是最身心俱疲的时候，怎么会这么快就看男主顺眼了？而且还非常不知天高地厚的和一个特务头子怼天怼地，甚至讨论案情。总之，我想说的是，这样两个背负着很多秘密与创伤且拥有一定人生阅历的人，并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素不相识发展到暧昧知己的状态。在剧中，这个过程实在太快了，是很缺乏说服力的。好了，我们再来说优点。至于感情线的优点，那则是男女主在达到暧昧后，两个人的感情确实特别好磕，而且一点也不工业糖精，这也是《梦华录》这部剧最大的看点。目前晚风我印象最深的两处是：一，第6集第10分钟，女主一路寻找男主，终在屏风后看到了他，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一段的镜头处理相当的唯美。2，第5集第25分钟，男主骑了2个时辰的快马去见女主，趁着酒劲说出不还钱就不还钱，以身相许般的试探，结果被女主发了好友卡。最终女主站在楼上看着男主的船渐行渐远，美人美景朦胧的情谊，这段戏真的拍得氛围感十足。陈晓和刘亦菲演古装 CP 还搞得这么暧昧丛生，欲说还休欲拒还迎的，真的是发福利了。爱好磕 CP 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入股一波了，绝对的入股不亏。嗨，磕顾盼生辉 CP 磕上头，小伙伴们都请扣波1吧。整体来看，《梦华录》目前开局不错，剧情虽然略平且有一些小 bug， 但胜在人物故事陈述清楚，姐姐妹妹事业爱情两手抓的情节也比较讨喜。此外，刘亦菲陈晓多年后再演古装，自是 CP 看点十足，再加上今年已经播出的国实在都太不能打了，所以如果后续剧情能多些高光高潮，我还是很看好《梦华录》的表现的。好了，这一期关于《梦华录》的优缺点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最后，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中分享你的看法与观剧感受，也欢迎大家给出你对《梦华录》的评分，给还没入股的小伙伴们做个参考吧。我是晚风，我们下期见。